今天给大家伙儿这个终于时隔多年啊，因为号称传说中的这个狼嫂啊玩这个游戏啊，这个比较猛，所以说呢，我们就玩一手这个淘金者的这个速通。这个游戏啊，跟大家伙讲一下，它跟那个炸弹人是一个公司啊，说白了，那它可能都是一个公司的。这个游戏呢，我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虽然说我狼玩的跟傻逼似的啊，而且有很多人玩的也不好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说，就是有很多人玩闯关游戏可好了，但玩这个游戏玩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游戏它没有跳。这个游戏它没有跳，它又不像那个炸弹人啊，炸弹人不需要跳啊，那个炸弹人它是平面游戏。对吧？这个是垂直那个单面游戏，所以说它又不一样。这个游戏怎么获胜呢？把所有的金子全都吃完啊，然后咱们就能获胜了啊。这里面，然后呢，它就会出一个梯子，吃完了之后呢，咱们躲开这个追捕，然后把这个梯子呢顺着梯子上去就可以。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一些技巧啊，就说吃金子呢，每一关呢都有套路。咱们先不说套路这个事儿啊，因为套路呢你们也懂的啊，淘金者一代的最速记录啊，平台记录啊，最速记录。这个游戏没办法，它一共50关啊，它通关了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淘金者就转行了，就变成那个，他通关之后最后就会变成那个炸弹人，然后就去玩炸弹人去了。就是那个一上来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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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这个。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你看它有的时候挺危险的。这里面咱们可以坑杀这个小伙子，但是你坑杀这个小怪呢，它会复活啊，它会复活。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咱们如果玩这个游戏呢，其实也可以说这个吃分儿。这个分儿是怎么获得的呢？这个分儿呢，就是除了你们吃对吧，吃金子奖励之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每次呢就通关的时候呢，都会刷一个水果，那个水果吃到之后也有分儿。樱桃呢是最多分数的，好像是2000分啊，其他的就是慢慢非常少，好像最少的是100分啊，好像是草莓吧，我忘了。反正总体来讲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呢，咱们是速通的话呢，你看它这个地方就出现失误了啊。速通的话呢，主要是咱们不能死，你死了这一关就重新来了。挖坑呢埋土，这个挖坑的时候呢，它会往下掉，但是第二个小怪如果过来的话呢，你就没办法了。第二个小怪呢，它落到你身上之后呢，它落到坑里，对吧？第一个小怪落到坑里，第二个小怪就会踩着它的头过去，你只能挖2个坑。如果3个小怪就得挖3个坑，但是我告诉你3个坑还不够，因为呢，它第一个出来之后呢，踩着这2个头过去，你还得再挖坑。啊，而且呢，这个就会跟大家伙解释一下，最简单的就是2个过来围堵你，你可以左右直接挖坑，左右挖坑，然后踩着他的身体过去。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小怪啊，因为他是看护金子的嘛，他可以走的时候，他可以携带这个金子。如果你的金子被他拿走了之后，你要把它坑掉，坑一下，然后他落地的时候呢，会把你的金子还给你。啊，怎么杀人呢？你看现在那个就被坑死了，怎么杀人呢啊？就是说，在他这个砖块复活之前呢，他还没有出来就杀掉了。你挖一个坑是铁定杀不掉的，除非像刚才那种啊，就是你挖坑的时候呢，上一个梯子啊，然后他就以为你往那边走了，这时候呢你再下来，他直接就进坑了。这种情况下呢，算是啊，也就算是这个过关，就是说被杀死了。否则呢，你要挖2个坑。如果2个的话，你就要挖3个坑；3个的话，你就要挖4个坑，或者是5个坑。而且呢，跟大伙说一句啊，这个游戏呢，很多人说有淘金者1、淘金者2，但是我告诉你，所谓的淘金者2呢，是这个游戏当中，是这个游戏的改版啊。说白了就是淘金者1，然后有一些那个比较牛逼的人啊，就是骇客啊，他做这个地图，然后基本上就这个啊，你看刚才这还有透明的砖块，这个透明砖块呢，你掉下去呢，你是打不了砖的，你只能从上面跳下去。这个要跟大伙说清楚。然后淘金者2呢是一个改版地图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不要认为淘金者2啊特别难，认为小狼啊你有本事玩2啊，对吧？解说2呢确实是啊，这个跟大伙讲一下，2呢确实是这个难，但是呢它还是跟1的玩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把这个地图还有小怪设计的稍微狗了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游戏有2周目和3周目，再往后呢没玩过。这个游戏呢跟大伙讲一下，这个大神呢叫尔比马。为什么他说他是大神呢？因为他确实玩得很溜啊，你也看到了，过关非常快，而且基本上知道每一关的这个吃金子的路子，然后直接就可以上楼梯。但是狼嫂玩的也是高手啊，他就是不愿意去钻研这个啊，
他如果钻研这个的话，就基本上把每一关的套路都记清楚，他也可以挑战像这个人玩法的，他也可以挑战一命啊，然后而且会很快。但是呢，他玩的稍微龟了一点啊。为什么说龟呢？他就是有点龟啊，有点龟。龟的话呢，肯定速通就有点难了。但是一命是没有问题。2周目的话呢，这个怪物的移动速度还变得非常以及非常快。如果是3周目的话更快。2周目的话，你挖一个坑啊，它很快就出来；挖2个坑，它可能被坑不死；挖3个坑才可以。如果是2个的话，你可能要挖4个坑，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点啊，一定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所以说呢，通过这小8关，我已经跟大家伙讲了，你看，基本上就全是套路。有些地方呢，就有的关卡啊，有个比较简单的关卡，你像这个就是从上面直接掉下来，掉下来，然后直接再掉下来，你看，然后垂直，你看这个就是透明砖块啊。透明砖块倒没什么坑人的，就是你知道就好，你不知道不行。有的地方呢，你过不去，你只能让这个小怪帮你把金子拿过来，你才能吃到。还有的地方呢，是可以把这个小怪卡在那儿的，可以通过你的走位啊卡在那儿。那这点就非常牛逼。你看这个是一个日字的砖块，然后砖块呢是这样的，如果咱们死呢，碰敌方的小兵咱们会死，然后砖块也可以把咱们自己这个坑死。很多人说怎么不可能啊？你放砖块你不直接掉下去了，怎么坑死啊？对吧？这个要跟大伙讲一下。那你正下方的那个砖块就没办法了，你正下方那个砖块，你打出来你掉下去直接就对吧？你给你埋死了啊，你出不来了啊。那样的话，当然了，有一种自杀方法，就是说，如果呢砖块坑不死你，小兵又碰不到你，但是你又卡在那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是你直接摁确认键，按那个暂停边上那个键啊，就直接就重新来了啊，就从这一关开始来。所以说呢，这个游戏不会有死循环的。好，在这个位置上，你如果有这个小兵，你看你追着他爬，但是呢他不屌你，你看这个游戏设计的，你看这就把他卡在这儿了，这2个小怪完整的卡在这儿了，对咱们一点影响都没有了啊，不用管他了，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小怪呢，你也可以把它卡在那里，但是你也可以不卡，反正对咱们没有影响就好。把所有的金子全吃光，就是咱们最终的宿命。速通的话呢，就不用考虑吃那个什么了。速通的话，不用考虑吃那个水果。这个游戏一般人玩不了，兄弟们啊，你不要误会，我实话说，真的，一般人真的玩不了。就是说，因为它太简单，所以说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啊。然后有50关，这个游戏第1关不难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然后呢，最后一关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难，他们有几关可能全是梯子，有几关是全是梯子，没有什么砖块啊，这个设计。好，我吃了一个82年的苹果啊，所以说话嘴里面像含个牛子，那个含个东西似的啊。我们看看，8个坑。可以从他头上踩过去。2周目不能这么玩，兄弟们啊！3周目更不能这么玩。如果2周目的话，你这么玩会有危险的。你挖的坑挖的太多了之后，对吧？你不是挖的太少，结果呢，它速度特别快啊！它从这个坑里面出来特别的快。好，直接11关。后面有几关是需要走位的啊，就是说你有套路也不行，就得兜着怪走啊。好，这个从上面直接跳下来，往下走就可以。挖一点，你可以看到这些小兵身上带金子的啊，坑死一个，再坑死一个。好，把这全吃了，那个金子一会儿再吃啊。好，这哥们又把那金子捡走了。有的时候需要他帮咱们带金子，看看你，这个地方要卡一下。好，不用害怕啊，你把他们勾引下来就行。挖一个坑，踩过来，再挖一个坑，回头挖一个坑。如果要是说猥琐的话，可以回头挖个坑，他想追你也会落到那个坑里的。好了，12关，这速度是快啊，这小速度确实是快。然后你们要特别想把那个小兵全坑死是坑不完的。这个小兵呢，它是无限的啊，你杀死之后它会更新一个，没办法啊。这个游戏 N 周目，
至少呢，这个传说中那个我这个狼嫂是玩到了3周目，但是呢，那次直播啊，他玩这个游戏你也知道，那时候在老家，有的时候疫情确实我这个对吧，我实在是有点累了。还有之前啊，他就是比较难受啊，他就玩这个，有的时候直播他也喜欢玩这个游戏。他玩1周目、2周目、3周目，花了得有4个小时吧，玩到3周目的多少关就不想玩了。就有的地方明显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怪走得太快，他不想那么磨叽了啊，就太磨叽了，因为玩时间长也没意思了。后来我就在想，这个游戏可以直接玩2周目，怎么玩呢？你先调关调到第50关，因为这个游戏可以调关的。你调到第50关之后，然后直接玩就是2周目，但是没办法，你玩2周目也得玩2周目，然后你还得2周目从第1关玩到第50关，然后再玩到3周目。我不知道，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咱们玩这个2周目玩到50关过去之后呢，重新比如说玩1周目调到50关，然后玩到第2周目的第1关，然后从那个关再调到第50关，我不知道好不好使啊，我没试过。但是呢，2周目确实比1周目要难很多。3周目比2周目难不了多少，因为2周目就已经特别难了啊。好，你这全是透明砖块。这个游戏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怎么说呢？你像以狼嫂的他的这个智商吧，很多游戏他玩不了，真玩不了啊，真的玩不了。但是你像这个游戏真的能玩。还有炸弹人，他炸弹人也是大神。就这2个游戏，就只要他玩游戏不能带跳。比如说我解释过吧啊，比如说这是手柄，比如说玩魂斗罗，咱们正常开枪上下左右走，下蹲，趴在地下，对吧？然后往前走要跳，咱们正常跳就是跳过去吧，对吧？他怎么跳？必须的，就是这个手和身子必须得往动，他跳就是。他的人和手柄就必须得跳，就是这个意思啊！这种不带跳的游戏玩的可好了，天生就会玩。就说他有这个游戏卡带，你们也知道不值钱啊，对吧？都是好几百合一就有这个游戏。那他玩这个游戏，就天生就会玩，咋整？他刚开始了解了几把之后啊，就是吃金子，然后挖坑埋这帮人，然后找到金子吃了就完事了。我说他说就这么简单，然后。最开始我不知道他玩这个游戏玩得好，我还搁那吹呢。我说淘金者这个游戏挺难的，他说淘金者我从小就能通关。我说你吹吧你，我说你吹牛也不上税，然后就给我秀了一把，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啊？不是你们现在可以去玩一下，就你玩2把你就不想玩了，你相信我。这地方就拖点怪，你看他下落的时候吧，这个速度非常慢啊。好，从哪个楼梯上去都行，只要但凡能通天的楼梯啊，只要通关了之后就能上去。刚才那个飞机叫长空超少年。好，可以直接让他挑战2周目啊。这个游戏2周目的话，确实跟1周目的这个你会发现这帮人跟疯子一样，就这个小怪走道的速度就跟穿了跑鞋似的，贼猛啊！淘金者2吧，这个老嫂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刚开始他玩，他发现玩不过去，然后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淘金者2呢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呢？就有点像那个超级玛丽的这个改版啊，像猫里奥似的。就是说它这本身设定是借用这个游戏的设定，没毛病，风格啊就是皮肤什么都是一样的，就地图变了。你想这个吃所有的金子上楼梯必须点有一个套路。你随便走，如果你这么走了，你可能就死了，就是你玩都不用玩，必死，就是你怎么都会被毒死，已经没有砖块让你打，也没有坑，或者说是你时间不够了，就是你坑了3下，然后人来对吧？人来了3个这个东西，你根本就没地方走了，是吧？就那种感觉。如果说是那个淘金者2的话，就是按步骤走。如果你就淘金者2是这样的，你就随便到网上看个视频，他看一眼这一关，他看完之后这么玩，懂了啊，就很简单，就像象棋残局似的。你看刚才这个地方就是
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小兵，然后你懂的。好，短短的10几分钟、15分钟啊，就已经打到第17关了，但是50关啊。刚一上来先给你浏览一下，对吧？先给你浏览一下。不过我个人感觉啊，这个游戏还真的是挺经典的，可以当做一个什么玩呢？就是你如果说难听点，你信不信？你让，哎，我就随便一说啊，就你们让瓦龙玩这游戏，瓦龙点疯，真的。你让什么广州小孩玩这游戏，他也玩不了的。你看他操作很犀利啊。你看他操作很犀利，然后你看他玩群豪玩的挺好，玩这游戏玩着玩着他上头了，跟你说真的上头。还有一个金子，有的金子啊就在这个人身上，你得坑他。好。这个挖坑这个键子啊，你不要误会啊！挖坑这个键子，你打左打右都可以打，你站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打啊，就不是说，因为他你记住他没有跳啊，你不要误会。这个游戏其实除了上下左右之外，只有这一个键子，还有就是自杀的键子没了，还有就是暂停自杀，然后挖坑，然后上下左右挖坑只有2个键，一个是往左挖坑，一个往右挖坑，你不用控制你的方向然后去挖坑，懂吧？你不用控制方向说。我往左面对着这个地方挖坑，或者往右面对着那个地方挖坑，不需要啊。总之非常赖就是了啊。拆蜈蚣，哎，拆蜈蚣还不行。其实拆蜈蚣啊，有个非常牛逼的，最开始他不会玩，后来就会玩了。拆蜈蚣有一个黄金锤，你们知道吗？就拆蜈蚣啊。就是在某几关，好像从第4关开始啊，有第4关，还有第10几关，我忘了，第11关还是第10关，有那个黄金锤儿，那个黄金锤儿啊，这个敲墙好像就敲2下啊，就可以敲碎。有种打街霸方块，知道吗？街霸方块太狠了。好，再来，可以从左边那个地方爬，但是你从左边那个地方走，一定会碰见那个怪。2周目的话，你就不能这么玩了，这么玩必死。2个怪你挖2个坑，好，你看气不气人？挖一个坑，迈过去，他刷，有的时候这个怪啊，他就刷在这个地方啊，就你非得浪费你点时间。好，第19关，哎，这一关是金山啊，金沙。就说到这个淘金者，看起来还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叫什么来着？你们记得地底探险吗？你们记得地底探险吗？地底探险不就是一个小人吗？地底探险是一个游戏，我感觉是 FC 游戏当中就非常恶心到你就是受不了的那种游戏。有的时候尽量不要给他坑死，勾引过来跟他拼速度，把所有金子全吃了，然后赶紧勾回来。你看那帮人还没到，通过你的走位可以逼迫他们走位的啊。好，不是狼草打的话，首先狼草没有一命啊。首先他没有一命，就是想一命嘛也能一命，说白了就龟一点，说白了就是龟一点。但这个人玩的不龟啊。好。
说句实话，狼嫂也玩的不错了，他都不钻研这个好吧？真正你哪个 FC 游戏你不得多玩个什么，对吧？几年才能说破个什么记录的？不过这个游戏实在是没有必要研究啊，它人气太低了。我实话实说，这个游戏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游戏人气啊，它虽然说低，但是呢又不是那么低，就总有一些小伙伴他就真的就是他可能是心中永远的痛。你知道他痛在哪吗？痛在就是这个游戏他真不会玩，他也就能玩个第1关，第2关都玩不了。真的，你就真有这种人啊！我不是说，就包括我在内，我也是个菜逼，我玩不了。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当你们看好像挖个坑买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多少人民币啊？你感觉自己行，你就上来试一试，你会发现你就不想玩这个游戏，真的是心中永远的痛的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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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其实这有几个难点。那如果说对于这种背板的人来说啊，就没有难点。什么叫难点呢？就是说，有的游戏啊，你背板就没事儿。淘金者就是，只要你对这个游戏感冒啊，你对吧？你对这个游戏感冒，你喜欢玩这种游戏。考验你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这种，比如说你喜欢玩，那么你就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同时还有就是说啊，就对这个游戏的了解好了之后呢，直接背板就可以通关啊。一个一个吃金子，如果这个小兵不小心把金子吃了，你还得把他坑死。好，直接从最右边的那个上去了啊，是吧？直接往上一走就行。升天的那个楼梯啊，就是你必须要把所有的金子钱吃完才能走，就感觉这是真的是一个黄金矿工。这个游戏通关了之后，咱们会变成那个这个炸弹人。你看，其实我想说，这个守护金子的这个小人是不是就跟炸弹人是一个风格的？你们看，一个风格啊，就是小兔埋雷。我们小时候叫小兔埋雷啊。这个灯笼像不像那个金币？像不像那个超级玛丽里的金币啊？好，最后2个、3个啊！哎，还有一个，那就得坑了，是不是得坑了，兄弟们？还有一个在哪啊？在这儿。以为是被吃了，如果被吃的话没办法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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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坑一个，那个都不吃啊，那个不先吃，不着急，早晚能吃到啊，不着急。小时候叫米贼，你怎么看他也不像米呀、难道是对吧？谁他妈买小米儿啊？难道是这个吗？传说中的谁他妈买小米儿？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需要让他们帮咱们把金子运送过来的啊！真的，他们帮咱们把金子运送过来才好。落下来直接被坑死，老惨了啊！啊！一定要先把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关里了，兄弟们啊，真的，你像刚才那种情况下，为什么要打2个坑？如果不打2个坑，你就被关里了，被关里就嘚了。好，落地吃，你看，必须要给自己留个口，这有非常高的这个思维组织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不行。最后2个，丢滋丢啊！24关已经快到中间了啊！这果然是啊，这用了50来分钟，但是后面的有几关肯定是比前几关要慢一点，它墨迹主要是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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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这个速通也不简单的，兄弟们。这个要跟大家伙讲啊，他这个速通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把游戏版背得很熟，怎么才能避免自己出现失误啊？在不死的情况下啊，在不死的情况下，一定要考虑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就干，怎么个干法呢？就是说，能多快就多快，这个游戏你死命肯定是不快的啊，你想都不用想，你死命就得重新玩，那对吧？那肯定是有备的，对不对？而且有时候走路你要看好啊，以你的思维知道怎么才能走上去，对吧？你要不知道怎么走就废了。好，二代的话也是背板，二代肯定比一代难，但是你要玩二代的二周目那就更难了，因为这个二周目啊，它跟你改的地图不一样，那除非二代一上来就把那个一上来就是二周目，那就废。你要玩二代，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呢？玩淘金者二代。然后尝试一下，直接玩那个淘金者二代，然后那个玩第50关，然后从第50关开始，然后再从第1关开始玩，然后那不就2周目了吗？你试一下，给自己留个口，多打几个砖块，要不然你出不来了，真的。你但凡刚才少打一个砖块，你就出不来了。好。但凡你们能通关的啊，说小时候能通关的，确实都牛逼，我服，我认，因为我知道我见过什么样的人啊，就是说，就是他玩游戏玩别的游戏玩的不好，哎，这种那些游戏玩的就特别好，刚才我也讲解过了，特别牛逼的啊，就是你越觉得自己有槽，这个游戏你急不得啊，如果说你不会套路的话，你不能着急，对吧？你千万不能着急。你像咱们都急性子，咱们喜欢男孩嘛，有的时候有的男孩特别耐不住性子，喜欢玩那种暴力点的动作的、射击的，什么赤色要塞、什么魂斗罗，就玩这个。谁玩那种像这种啊，挖个坑埋点土的，对不对？没啥成就，不暴力啊，什么都喜欢玩什么双截龙、忍者龙剑传啊，对吧？都是故事啊。好。而且这个游戏的音乐非常单调啊，就是这么一个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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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要等它恢复了，你不能跳下去啊，还没恢复跳下去把自己埋死了，老嘚儿了。啊，还得从这儿走。你看，往上爬，哎，这种情况下，按理说正常咱们是选择怎么玩呢？直接把他坑死。但他选择直接给他勾引过来之后爬楼梯。他往上爬楼梯的时候呢，这个人也是往上爬楼梯的时候呢，他就嘚儿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知道就好啊。你看，为了吃个金子啊，有的时候金子就在你头上，你没办法，你还得一顿绕圈儿。你看，没有跳啊，就真的是丧心病狂。你像这个也是，你必须得跳下去。啊，然后再吃。哎呀妈，真是啊，老丧了啊！这个，好，直接走第28关。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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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想吃到，你知道想吃到最右边这个金子有多恶心吗？你们一会儿看一下他怎么吃到最右边这个金子的啊，非常讨厌啊。好，你看这个人身上可能会带有一个金子，知道吧，兄弟们？这个人可能身上会带有一个金子，一会儿如果要是你假设他身上没有金子还好，如果他身上有个金子就嘚儿了，你必须要把他坑了。你怎么才能给他坑了呢？你想想，对不对？啊，你看1个2个啊。这有个楼梯还好点，这有个楼梯还好点啊！这要没有楼梯，我操，没有楼梯废了啊！啊，那身上没有金子还好。
你说这个游戏叫淘金者，然后你告诉我叫小老鼠偷米，你这扯犊子呢啊！当当当当当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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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没事不怕埋啊，就这种天然没有坑的就不怕埋。像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一定要归？你不归的话，底下没有砖块，你没有砖块，你就不能埋它，你就会被堵死啊！啊，1 2 3 4，然后1 2 3，啊，然后再1 2，啊1，你就这真的啊，你看。必须要4 3 2 1这么整，你要是上面整了3个，然后你跳下去，然后再整2个，再跳下去，再整1个，你发现没有地方打砖块了啊！你发现没有地方打砖块了，老嘚儿了啊！你们啊，其实可以通过手法把所有的怪卡到最右边这个地方。如果你玩3周目的话，可以这么玩。当当当当当当。对啊，做图上传都很正常。你像什么坦克大战，对吧？像现在马里奥制造，这都可以做图的。但是那个时候它没有这个版本。那你像这个淘金者可以做，坦克大战可以做，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来着？可以做出一个图来啊，自己 DIY 一个。好，有这么多砖块，挖一个砖，前面不会有小怪吗？啊，你看叠罗汉了啊，他都没地方，他不知道怎么动了。你但凡你不帮他拆，他都不知道怎么动了。现在这个。就这2个小伙子啊，好落下来，他身上有金子，看不见？这个没办法，你必须得把他坑了，要不然这个金子就搁这儿，然后直接垂直往上走，干就完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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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的，那这就没得锁啊。你看这是全透明砖块啊，小心点啊！这边反正是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个金子，你就不用考虑往那边走了。你看这透明的地方，别乱走。好，直接走完，直接对吧？直接升天，不跟那帮人扯啊！但凡想扯，都是纯扯犊子。当当当当当当。好。好，感谢我们的尼古拉斯3月赠送狼的一手大金卡。果然啊，有的时候要不就拳皇比赛，要不然就三国战记啊。像这种人气呢，其实现在这个人气还好，我觉得淘金者啊，286贵宾啊，整个怀旧这一块我也有点东西了吧啊。好，再次感谢我们的3月哥啊，尼古拉斯3月啊赠送的2手大金卡。透明砖块确实坑，但是你玩多了，你就会知道哪个地方是透明的了。不光这个砖块对你有效，对这个敌方的这个对吧小炸弹人也是有效的。好，坑一手就够。哎，有怪，你看这个设计的非常嘚儿啊！他怪被坑死了之后，你要小心点，有的时候经常会在这儿死啊。就怎么死的呢？就是你感觉已经过关了，然后你直接找那个楼梯。然后你在下面坑了一个这个人就被坑死了。通过你的走位，他自己被坑死了，然后他就刷新，从一个气球变成一个怪。你正好要上楼梯的时候，被他刷新给干死了，就老嘚儿了，气逼了，你知道吧？真的是气逼了啊！小怪物可以埋死，但是没有用，你埋死了他会刷新。好。你们小时候玩过大金刚吗？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喜欢玩那个什么，那个游戏叫《爱的小屋》，你们玩过吗？爱的小屋也是挺有意思的。除了爱的小屋之外，还有个游戏小时候也常玩，就是两个企鹅，但是2个企鹅呢是1控2的，
然后你让最后那2个企鹅呢，在中间那个心那个地方2个人亲个嘴儿，然后就过关了。你是1控2的那种啊，那个游戏一直叫啥我也忘了。好，这2个人上来就带金子了，看不见？上来就带金子了啊！小的时候我真的挺喜欢玩那个爱的小屋的，那个爱的小屋挺有意思啊。但是那爱的小屋最难的就是有一个大跳，它那个大跳恶心啊！那个大跳怎么说呢？就是你弹簧那个地方，你得落到弹簧的一瞬间再跳，对，要不然不行，对吧？要不然你就挺嘚儿。这个噔噔不就是吃那个什么的声音吗？啊！噔噔噔！啊，这有个透明砖块啊，然后直接垂直向上就过关了啊。马戏团还好啊，马戏团那个真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通关后会摘下那个游戏叫什么？那个游戏叫什么？那个游戏啊，对，蜘蛛网有蜘蛛，那个游戏叫啥？可以搞一首啊！我童年有好多游戏啊，就说白了，那个南极企鹅我都没通关过，你们通关过吗？就南极大那个什么，就是一个企鹅，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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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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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那个啊，倔的，然后跳，然后还有吃那个小旗儿，然后最后到那个南极站，那个叫爱之屋是吗？爱之屋不，爱的小屋是爱的小屋，爱之屋是什么？我这不知道了，我搜一下啊。没有，我这游戏的肯定不叫爱。南极大冒险我知道，那个2个企鹅那个叫啥？哎呀，真的憋屈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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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 爱之屋。飞机打铃铛那个叫冰封，当兵的兵啊，冰封就是那个就是蜜蜂的一种，不有那个工蜂，有工蜂，有什么蜂后啊，还有什么雄蜂啊什么的啊，蜂后专门管产卵的。没有搜到匹配结果，真的没有搜到啊！如果是爱之屋的话，我是真搜不到啊！37关了，还有最后13关啊！他打的是真挺快，你别看咱们用了50多分钟啊，但是这个速度挺快了，真的啊！甚至我跟你讲，他不是说不死人就快的，而是他就是套路快。基本上把这个每一个地图的这个要点啊，都基本记得很清楚。好的，你看这个地方有点拼了，差点被自己埋死，真的是属于差点被自己埋死那种。好，从上面走，这个人是被卡在这里的啊。不是那个什么吧？不是那个叫《梦之企鹅物语》吧？不对吧？是叫《梦之企鹅物语》吗？不能吧？我看那个通关的画风也不像啊，也确实是不像。好，这个有的地方没有砖块、石块，你打不了啊。企鹅先生是吧？我搜一下啊。
不是叫爱心，真的叫爱心企鹅，是叫爱心企鹅，但是有 bug 下架了，好像是。靠，太嘚了啊！是叫爱心企鹅。那个爱心企鹅其实挺好的，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挺喜欢玩的呢，对吧？感觉特别有爱。真的啊，就感觉把两个企鹅放在一块儿，那你要知道我也是个小孩啊，你别看我对吧小懒闲子，但是我是个我毕竟是童心啊，我对吧？好像小的时候没给自己女同学写过情书一样，对不对？卡的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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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坑一手。当当，直接是哎，我说这招很赖啊！这招直接逼他跳起来，先逼他跳起来，然后再往上走，这是个小技巧啊，这是个小技巧。哎，也对，就企鹅先生也对，企鹅先生也对，这个企鹅先生他的可能也是翻译的问题，一个是玩起来，哎，总之就是嘚儿啊。只有 FC 企鹅大战，还有梦之企鹅物语，连南极大冒险那不一样。企鹅大战、梦之企鹅物语不是吧？应该不是啊。从小就向往谈恋爱，那不很正常吗？对吧？我小学时候，我们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那个所谓的班花就已经跟别人处对象了啊。害得我伤心了好几个晚上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那个叫叫什么游戏来着？就是大力水手啊，就大力水手啊，吃菠菜嘛啊！小狼，你应该说小狼逗号自卑不敢谈恋爱怎么办？你不能说小狼自卑不敢谈恋爱怎么办？我不自卑啊，我小的时候呢是不愿意谈对象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也有喜欢的女孩子，但是对吧，还是觉得这个游戏好玩，还是喜欢玩什么啊什么，喜欢玩什么三国战记啊，到后来喜欢玩什么呢？喜欢玩什么那个什么 CS 啊，红警啊，后来又喜欢玩什么呢？喜欢玩这个什么对吧？热血传奇啦之类的啊。战地小子是啥？没见识过啊。好，你看他明明知道我就在这个楼梯上，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我，太嘚了啊！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必须得喝大力啊！你看他玩的非常溜啊，有的地方咱们看起来惊心动魄，但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危险的，对不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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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直接上天了啊！你看，就搁那这萧峰街看啊，就搁那待着。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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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为了吃这些金子啊，真的是煞费苦心。要从上方走，落地，坑他一手啊！这是个透明的，看不看见啊？他为什么要坑一手？把他勾引过来之后，咱们现在先卡一手啊，把他卡下来。好，哎，对，把他卡下来之后呢，咱们再爬。真的赖啊！然后再爬上去把那个再吃了，我也是醉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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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 战警那是电脑游戏，
我就是在电脑上玩的。死亡之屋就是 The House of the Dead， 也是在电脑上玩的，不是在什么街机上玩的。那个英雄无敌好玩吗？其实我一直挺想玩那个英雄无敌的。那个英雄无敌入手简单吗？什么英雄无敌3，我看又有什么是什么泰坦大天使，然后有兵种什么，是那种游戏吗？我不太懂啊。好，感觉有金子的坑一手，没有金子的再说。这个，哎呀，走喽，玩喽！植物大战僵尸，我那时候玩过啊，我还通关了呢。后来听说植物大战僵尸有什么电视版，然后电视版就贼鸡巴嘚儿，说贼难。然后还有一个版叫什么叫植物大战僵尸2啊，据说还得花钱买道具啊。你看这个就恶心了，基本上都是楼梯，对吧？好，不玩赖的话，什么叫玩赖？能给我解释一下吗？那是用金手指了才叫玩赖吗？我不太清楚啊。这些小兵 AI 太低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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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一手，让他帮忙带一个金子下来，但是其实没啥意义。好，再来。我知道那个植物大战僵尸还有什么无尽版啊，无尽模式什么的，就跟想当年我玩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使命召唤，还有丧尸模式啊，然后也算是无尽模式了吧啊。好，直接坑死，然后在上方刷新，赖不赖？你就说赖不赖啊？好，往左吃一下。反正他带的金子啊，有的时候这个设定啊，其实也是挺合理的。我怎么才能看住这个金子呢？对吧？我怎么看着？很简单啊，直接就是我身上带一个，对吧？怎么说啊？我记得那时候什么植物大战僵尸里面还有玩那个什么啊，有那个大蒜啊，用大蒜去熏那个僵尸，然后把熏到一条道上，又什么玉米加农炮，又什么辣椒，什么草莓的啊，然后土豆，一顿大蒜熏。好，他是通过反走位可以直接把这3个人全坑死啊。菲利猫我也是解说过的，菲利猫也挺狠啊，顽皮狗菲利猫最狠的是那个，就是一上来先是拿拳，后来是有那个什么，再后来还能开那坦克，我操！好。你看，吃完最后一个金子，这个地图设计的挺嘚儿啊！吃完最后一个金子那个地方，你看它那个地方没有砖块，然后给你个楼梯，如果没有那个楼梯的话，你出不去啊，对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丢，哎，再来，走。
这个能打出水果，但是速通不吃水果啊。咱们这也不是摊番，而且你也不需要摊啊，因为你坑这个人没这个必要啊。你要摊番还得坑这个人，那你说这个人还能刷新，你说你坑他怎么算啊？对不对？七宝奇谋速通有的，但是七宝奇谋速通有2种速通方式，一种速通是跳关啊，一种是跳关啊，通过 bug 可以卡跳关，那是 TAS， 不通过 bug 卡跳关可以跳关，用超级跳鞋啊，可以直接跳，可以跳关，对吧？直接跳关就跟2周目一样了。但是呢，你要正常通关可以，我经常解说那个七宝奇谋的那个全道具搜集的这个通关啊，也有那个跳关的。我记得我做 TAS 的那个七宝奇谋最狠的是。它可以通过那个卡门，它可以直接卡从那个门缝里面嘚就能卡过去，咱也不知道怎么卡的，好像通过暂停不是什么键子，迅速卡就能卡过去啊。然后再就是那个七宝奇谋2，我一直没有解说过，因为我不认识日本字啊。七宝奇谋没有日本字那个第2代我这真过不去，因为它是有密室的，它密室要选的啊，我不知道怎么选，就跟你玩那个圣斗士星矢似的，你不知道对吧？你不知道怎么搞。七宝奇谋2没解说过啊，哎，一定要进到里面去，进到里面再出来，这是反人类设计啊！这砖块你是真打不动啊，这砖块雷打不动的啊！好，第49关，还有最后2关，兄弟们啊，还有最后2关。当当！啊，坑一手1个金子，直接走了。他这个设计好了都，设计的非常好。好，这俩人就已经被卡在这儿了，看没见？这俩人已经被卡在这儿了，只有1个小伙子在这儿了啊！从上面走，然后再落下来。都得打开，你不都打开不行。好，一定要把它打开啊！他身上有金子的，对吧？你看，你如果不打开不吃他这个金子，你还过不了关。你这玩意儿多气人，你说？好，卡一会儿，别着急，等它掉下来。哎，你看真赖啊，这个。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好像据说是挺简单的啊，不是特别难。最后一关，所谓的第50关，但是2周目呢，虽然说地图完全一样，但是这个小兵变了，知道吧？哎，我操，他吃完之后把金子又放下了啊，这小子有点东西。生化危机现在让我玩，我肯定不会害怕的。从小我舅家就是干那个白事的，我后来长大了我就真不怕了啊。我后来还在那个殡仪馆听张震讲鬼故事。好，给他放出来。哎，这就吃了。你看，如果要是狼嫂的话，肯定是磨磨该该的啊，铁是磨磨该该的啊。死亡空间有的时候一惊一乍的挺嘚儿的啊。好，最后一关，哎，走上来，你看，这就是正儿八经的通关了啊！这就是正儿八通关了。最后呢，这个小人就走到尽头就变成炸弹人，然后就开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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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就是不啊，炸门啊，炸门贼爽。好了，不多说了啊，也是50多分钟啊，第一次做啊这个淘金者的录制视频，在片尾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伙给我一个1键3连就好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